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原因不明的心脏疼痛——微小血管狭心症这本书。本书记录了作者在长达5年时间里饱受不明原因的心脏疼痛折磨，最终找到了真凶并成功治疗的过程。尽管每个人的症状可能相似，但不一定是相同的疾病。不过，作者还是希望这本书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5年间被不明原因的心脏疼痛困扰的我；第二，什么是微小血管狭心症；第三，治疗的2大支柱——中药与恒温疗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5年间被不明原因的心脏疼痛困扰的我。大家是否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当你感觉到身体不适，特意前往医院去检查，却得不到明确的诊断，只能被告知在观察一段时间后就被打发回家。对于作者来说，心脏疼痛正是如此，而且不仅只发生过一次。每当心脏突然感到像被紧紧攥住般的剧烈疼痛时，作者便急忙赶往医院，接受心电图、胸部 X 光、心脏超声等检查。然而结果总是一样，没有发现异常。这种情况让他感到无法理解。每次离开医院时，心中都充满了困惑和不安。在多年后，事情终于有了一丝转机。在一次通过网络搜索心脏病相关的信息时，作者发现了一些关于不明原因心脏疼痛的资料。这些疼痛无法通过心电图或超声检查检测到，甚至在静息时也会发作，且用于治疗心绞痛和心肌梗塞的硝酸甘油对其无效。当看到这些描述时，作者心中激动不已。这不正是我的症状吗？这种疾病被称为微小血管狭心症。于是，作者开始寻找能够确诊这种疾病的医院。最终，通过网络搜索，一家位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的诊所进入了他的视线。经过诊断，作者终于在5年后揭开了自己疾病的真相。当医生告诉他确诊结果时，普通人可能会感到震惊或沮丧，而他更多的是感到如释重负，终于知道了病因。于是他满怀感激地笑着感谢医生。这一刻，距离他第一次心脏疼痛发作已经有了大约5年的时间。而之前在其他医院无法确诊的微小血管狭心症，终于被诊断出来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什么是微小血管狭心症？人体心脏的周围被大血管所环绕，同时心脏肌肉中还存在着许多微小血管。通常，狭心症和心肌梗塞是由于这些大血管的问题，导致心脏的供血不足。这类疾病主要影响的是大血管，因此检查和治疗通常集中在大血管上。然而，作者的情况有所不同，他的大血管功能正常，但通过应变心脏超声检查发现了心脏功能的平衡异常，因此医生诊断他患有微小血管狭心症，而并非一般的狭心症。心脏的工作负荷出现了不均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应变心脏超声与普通的心脏超声检查不同，它可以测量心肌的收缩和扩张，识别心脏形态和运动的异常，从而发现常规检查无法检测到的疾病。由于作者的大血管并未堵塞，传统超声检查结果也显示正常。然而，这次确诊微小血管狭心症，正是得益于应变心脏超声检查。检查通过颜色来展示出心脏的功能，理想情况下，应该全部都呈现出绿色。然而，在作者的检测图中，中央部分显示为红色，周围及左下角为黄色，外侧则为蓝色。红色区域表示心脏的工作量较大，血液集中于中央的部分，意味着部分区域血流不足。缺氧的区域在检测图中显示为蓝色，蓝色区域正是受到微小血管狭心症影响的部位。这些微小血管并未完全堵塞，而是处于痉挛状态。通常认为，心脏病主要发生在男性身上。事实上，女性心脏病患者的数量大约是男性的1/3到1/5，但微小血管狭心症却主要发生在女性中，这与女性激素有关。女性的身体为了妊娠和分娩做好准备，
在生育期受到雌激素的保护，而雌激素的作用之一就是保护心血管系统。然而，随着绝经后雌激素的减少，女性患心脏病的风险会迅速增加。目前，微小血管狭心症尚无确立的治疗方法，这一消息让作者感到震惊。不过，没有确立的治疗方法，并不意味着无法治愈。事实上，有些患者在短短1周内就能明显改善。作者怀着不安的心情询问医生将会采取何种治疗方法。医生介绍了2种治疗途径，一种是紧急缓解症状的对症疗法，主要是减轻或消除疼痛等不适；另一种是根本治疗，通过消除病因来根治疾病。作者认为，只有根本治疗才有意义。为了找出病因，首先要弄清楚作者的血管为何会痉挛。医生判断这可能与自律神经有关，血管的收缩由自律神经控制，而作者的自律神经可能没有正常工作。自律神经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，分别在活动和放松时占主导地位。它们的关系就像油门与刹车，需要保持平衡才能正常运作。作者感觉自己可能一直在踩油门。接下来，作者进行了应变心脏超声、血液检测等多项检查，以确认微小血管的异常是否反映在检测结果上，并检查与自律神经相关的激素分泌是否影响心脏功能。之后，作者尝试了几种中药，并将其效果与应变心脏超声的数据进行对比。通过进行逐一测试，作者不仅依靠身体感受，还通过可视化数据来验证整体的情况，这成为治疗的基本方针。虽然微小血管狭心症尚无确立的治疗方法，但通过改善体质来调整自律神经，纠正血管收缩的节奏，恢复血流的方法让作者感到非常满意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治疗的2大支柱：中药与和温疗法。在出诊时，医生为作者开了2种中药，分别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和十全大补汤。前者主要用于缓解压力，后者则帮助补充气力和体力，是治疗的辅助药物。在3周后，作者再次进行了应变心脏超声检查，结果显示，仅3周时间，微小血管的血流就已经有所改善。然而，检测图中的中心区域依然显示出鲜红色。对此，医生的初步判断是中药开始发挥作用，症状有所缓解。应变心脏超声的结果也反映出，微小血管的血流状况正在改善，但交感神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。医生通过图像观察到，交感神经的受体主要集中在检测图的中央区域，而这里的鲜红色表示交感神经占优，这意味着在红色区域内血流不足，部分组织可能因缺氧而导致症状恶化。为此，医生又为作者开了四逆散，这是一种用于治疗神经症状的中药，可以有效缓解压力和精神紧张。医生根据每次诊查和超声检查结果，适时调整药方，通过多种中药的配合使用，逐步改善作者的体质。尽管中药的效果并不会过于强烈，但它有助于平衡身体状态，尤其适合用于调节自主神经功能。和温疗法通过远红外线将桑拿房的温度保持在60摄氏度，患者在治疗机中坐15分钟，全身被加热，随后用治疗机加热过的毛巾和被褥将全身包裹，并静卧30分钟保持体温。在保温开始后的15分钟内，体内深部温度会上升1到1.2摄氏度，达到微热的状态。治疗结束后，患者需要补充因出汗而流失的水分。尽管过程很简单，这种疗法对多种疾病都产生了显著的效果。通常疗程为10次。作者在完成一个疗程后撰写了本书。从当时的数据来看，检测图像中显示工作量较少的蓝色区域消失了，转变为绿色，而红色部分也随之减弱，面积缩小，整体工作量趋于均衡，交感神经的活动也变得更加平稳。中药和温疗法的效果已通过数据得到了验证，但医生提醒，当交感神经占据主导地位时，症状可能会复发，
由于自主神经无法通过个人的意志控制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交感神经占优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存在，因此必须让身体逐渐适应副交感神经占优的状态。作者计划继续进行另一个疗程的核温疗法。此外，作者感慨道，坚持去医院并持续表达自己的疼痛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在明确诊断后，就可以开始有针对性的治疗。他呼吁大家，如果有类似症状的人，千万不要因为年纪大了或是处于更年期而忽视这些症状。即使是医生，也有许多人对这种病症了解的不多，因此可能会简单的将其归因于更年期，并开些安慰性的药物了事。作者建议，患者应坚持寻找能够确诊的医生。如果以微小血管狭心症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，也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。患者可以自行研究，或向医生询问自己是否患有这种疾病。总之，作者强调，绝不能忽视这些症状，否则可能发展成更为严重的疾病。人体的细胞在不断进行更新，血液中的细胞约每4个月更新一次，肌肉细胞则在大约6个月内完成更新，而骨骼细胞的更新周期大约为2年半。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无论年龄多大，都能拥有一个全新的身体。作者呼吁大家要珍惜自己无可替代的身体，健康地度过人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